你获得变身迪迦、雷欧、特利迦、贝利亚、尤奈克瑟4的能力，在布莱泽的世界里进行人道主义拯救。如今变身为迪迦，拦在了布莱泽面前，阻止他干掉塔兹哥。后者气炸了，不要挡着我吃烧烤！边叫边向你冲去。你微微一笑，是时候该让野人感受下平城老大哥的实力。火焰赤龙拳！轰！布莱泽哪见过如此招式，当场被放倒，但马上又爬起来，对你感到十分疑惑。为什么这家伙的招式那么不正常？殊不知他才是最不正常的一个。此时塔兹哥在疯狂吸收提特利姆能量，虽然不知道新来的巨人目的为何，但能帮我挡住那个家伙，算欠他一个人情。正想着，布莱泽再次凝聚出光矛，将其改变成鱼竿，朝塔兹哥甩过去。你有点意外，这货可以啊，居然想直接跳过我来阻止塔兹哥，有点东西，但不多。刷刷，两发能量切割发出，光矛凝聚成的钓鱼线当场断裂。嗷！布莱泽气得急跺脚，将光之鱼竿再次搓了搓，变回光矛朝你甩去。下一秒，你切换之大骨快乐型，一击电光拳直面光矛，砰！光矛应声消散。看到这一幕，惠美皱着眉头，新来的奥特曼并不像布莱泽那样具有野性，反而像个正常奥。难道说奥特曼还分原始人和现代人？作战指挥室所有人都震惊不已，新奥特曼居然会换颜色，而且数据还大幅提升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好像和布莱泽有仇，莫非塔加努拉是他带来的？就在这时，布莱泽再次朝你冲来，今天塔兹哥这个烧烤吃定了，谁也拦不住。你颇为无奈，刚两下攻击好像没震慑到他。既然如此，闲人队长对不住了。岩壁踏着重步与布莱泽对冲而去，一个铁山靠撞飞对方。主要因为现在是初期，闲人与布莱泽的默契度不高，要是后期估计没那么轻松。待布莱泽站起身子时，你切换至空中型，一发束缚光线发出，将其完全绑住。可没2秒，布莱泽使用蛮力强行破开，刚要吼2句，一道冰寒雾气在他头顶炸开，瞬间冻成了冰雕。与此同时，塔加努拉已经吸收完毕。惠美通过热成像镜发现那货要产生能量巨变了，完了！而天空中协助战斗的战机们也在疯狂攻击塔加努拉，却都被你随手给挡住，一颗导弹都触碰不到。塔兹哥见状，仰天长鸣一声，将体内的提特利姆能量转化，聚变成激光喷向天空。这一瞬间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怪兽吸收能量不是为了摧毁地面上的一切吗？怎么突然放天上了？惠美似乎想到什么，难道说陈队员的猜测是正确的？副队长，快联系宇宙观测局，看看激光的去向。没一会儿，屏幕共享过来，只见一道激光从地球窜出，命中了宇宙中某样东西，产生一道剧烈的爆炸。火光中冲出一只神似海星的怪兽，看样子受了不轻的伤，没一会儿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此时此刻，辉明也反应过来，塔加努拉是想攻击地球之外的怪兽，并不是要破坏。各单位听令，停止攻击。而塔兹哥见事已解决，也重新回到了地底。你笑着打碎布莱泽的冰雕，朝天空一指，现在明白我刚为什么要阻止你了吧？布莱泽懵懵的点点头，旋即朝天空飞走。隐藏任务完成，奖励塔加努拉召唤卡1张。待解除变身后，发现闲人已经在跟惠美做战后分析了。队长，我觉得今天出现的奥特曼跟布莱泽不一样。闲人疑惑，哪里不一样了？他看起来聪明一些，也更帅一些。闲人无语，而口袋里的灰石则烫了他一下。队长，你怎么了？那个居然还没名字，不如叫他巨山超力吧，如何？你急忙上前阻止，别，我觉得叫他迪迦奥特曼就很不错。闲人点点头，陈队员建议不错，采纳了。惠美，以后你别乱取名字了。你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真的是这世界没中方，却一直存在中方的影子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惠美接到一个任务，潜入诺瓦伊欧，只因这家公司有点不对劲。在怪兽列维拉出现后，用他们生产的杀菌剂可以快速驱逐，而这种现象连续出现了3次。副队长辉明感觉很不对路，便让惠美去潜入调查。唯独你心里清楚，怪兽是这家公司制造的，又用自家的杀菌剂将怪兽驱逐，吸引防卫队大量采购，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。但凡这世界的人看过罗布，也该知道这就是艾染城的操作吧。你也懒得去给他们解释，毕竟之前说塔兹哥是好的，没人信。遂趁休假回到自己公司。正木，基隆研究的怎样？正木十分兴奋，已经完全研发完毕。还好有老板你提供的超古代骸骨。现在基隆除了普通激光武器外，他胸口的绝对0度炮能瞬间将怪兽给冻成冰块，连内脏也跑不掉。那当然，那可是超古代怪兽戈尔赞的尸体。就是现在还有个问题，你
说，基隆的面试必定会引起地球防卫队的注意，届时我们该如何自处？你笑了笑，简单，把基隆卖给他们，反正我现在也是待在防卫队，卖过去还不是我来开。郑木点点头，那接下来呢？我们继续制造新的基隆，继续卖。你拿出一张新图纸，不，咱们得进化。防卫队得到基隆后，肯定会自己研发，我们必须走在科技的最前端。郑木拿过图纸一看，太帅了，太美妙了。老板，你哪里得来的？如果研发成功，那怪兽就跟杂草一样随便割。你拍了拍他肩膀，好好干，以后给你一台开。郑木兴奋了，好的，老板。对了，新的机甲叫什么名字？你盯着那张图纸，眼里不禁闪过一丝光。干的姆。3个月时间一晃而过，高达已经来到了最后测试阶段，而基隆也能随时出击。期间里，列维拉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来搞破坏，每次都会被诺瓦伊欧的杀菌剂赶跑。而现在司令部不打算等惠美的调查，只要列维拉再次出现，就准备集火干掉。很快，列维拉又一次袭击城市，信里与惠民驾驶阿斯加隆与其展开搏斗。可不管怎么打，列维拉的身躯都能够恢复如初。惠民当机立断，动用杀菌弹，想要消解列维拉的力量。然之前万试万灵的杀菌弹竟然失效了，而列维拉也逐步逼近阿斯加隆，用细长的手臂将之拽倒在地。闲人看的是急得不行，正准备启动布莱泽时，道道激光从天空袭来，全部打在列维拉身上，愣是将其逼退。信里与惠民呆住了。副队长，那是什么？司令部新研究的特空机？惠民也是很懵，不造啊，但看起来是有非敌。正想着，基隆从胸部发射绝对冷度，一击之下，列维拉变成了一座冰雕。接着，基隆的右手旋转起来，变成一个钻头模样，朝前一顶，砰！列维拉被打成了碎片。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令准备变身支援的闲人都懵在了原地。还没完，基隆张开口，雷电吐息朝诺瓦伊欧倾泻而出，轰！整个公司化作火海，已暴露出了那些还在制造中的列维拉。这一刻，人们终于明白，是诺瓦伊欧公司造的怪兽。诺瓦伊欧，你这个爸爸！没多久，闲人收到真野猎的信息，那台新特空机是赛迪克公司制造的。CEO 正木静吾刚和司令部联系过，可以把基隆出售给防卫队。这下可把闲人给高兴坏了。新特空机的实力一看就比阿斯加隆强，不知道跟布莱泽比哪个猛呢？想到这，口袋里的灰石又烫了他一下，似是在表达不满。几天后，真野猎被已退休的司令部长官土桥佑勒令停职。你大概知道是什么？因为当初 V99 事件下达击落命令的人就是他。众队员都十分苦恼。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大家都知道真野猎是位传奇抗压王，有什么都自己顶着，让手下完全投入在工作里。见此情形，你悄悄给真木打了个电话，如果司令部要购买基隆，对接人必须是真野猎，其他来的有多远滚多远。一番操作下来，真野猎当即复职。翌日，你刚来到指挥大厅，发现泰信愁眉不展。怎么了？这是跟阿斯加隆闹别扭了？泰信叹了口气，是参谋长明面要我去赛迪克公司学习，暗地里让我把制作特空机的方式给剽窃过来。闻听此言，你嘴角抽搐。真野猎啊，真野猎！我刚救你出来，你就给我送这么一份大礼？一旁惠美提出建议，要么我再次潜入赛迪克公司，与泰信双管齐下，定能将他翻个底朝天。喂，你们当着我面商量去偷我家？最终闲人答应了提议，陈队员去协助下惠美，切记以自身安全为第一位。突然，闲人似乎想到什么般，陈队员，我记得你好像挂职在赛迪克。顿时，所有人看你的眼神像看叛徒一样，你吓得是冷汗直流。我就挂名而已，我不信，除非你把基隆的资料给我啊！对，这样我也不用去潜入，毕竟你都有啊。无奈之下，你只好交出资料。布莱泽世界的人一个个惊得跟猴似的。没多久，当泰信看到基隆的武器构造时，嘴巴张得老大。队长，我怕国防不批预算给我们。闲人大手一拍，不可能，他能有多牛掰？国防有的是钱，尽管提。这可是你说的哈。一天后，国防财务部看到特怪队分队的预算申请时，麻了。一颗半径100米的钻石，我去哪给你们弄？怪到基德也不可能啊！